上！旅长，这屋里全是弹药，全给我炸了！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赵登禹部大刀队，如神兵天降。战斗约2小时，敌寇被大刀砍死数百。长城之坡，尽弃一师，敌锐气为之一挫，无力反扑，纷纷北退。捷报出班，震动全国。景之啊，我们的国策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眼下剿共的任务依然很严重啊！我是分身无术，北平的事宜只能够全权的交给你了。记住，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要做到积极交涉。这是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国力对付强敌外辱的一种策略。
上場前線指揮官坂本中将に打大政法。紀方公の戦いは皇軍の威厳を損なうものであった。ひどい文句だ。先生に来てみよう。ここまで言われるのか。入れ。お前たちの戦況は関東軍司令部東京までに伝わったのだ。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お前もしようか。はい。各部隊飛行隊歩兵連隊に命ずる。午後2時標高攻撃せよ。日军伏部旅团向喜峰口发起新一轮攻击的同时，铃木旅团向罗文峪扑来。日军意图很明显，喜峰口受阻，那就去你西线薄弱处另撕一个口子。每一个关口都弥漫在炮火硝烟中。我守关将士上下用命，合力同心。第29军在喜峰口大刀喋血，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舍命搏杀，第32军在冷口激战震撼，刀光剑影，战局百变。日军挥师滦东，日军攻陷冷口，日军猛攻喜峰口，战斗僵持不下。给我接尾座。好，我等着。我已经调动了81个师，61万人了。给我接尾座。什么？5部电话都在用。好吧。委员长他正准备第5次围剿呢。委座。兵法所言，实敌备之，强敌避之，就是教你们在强敌面前如何备之避之，而避免小敌自坚、大敌自轻焉的严重后果。目前绝不要轻言什么抗日，欲抗日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违者严令处置。命令长城全线立即停火。与日军谈判。是。委员长什么意思？命令长城全线停火，后撤，和日军谈判。撤退？为什么撤退？从军事上讲，日本人已经没有了进攻的能力。
现在只要我们坚持，撤退的应该是他们。好，作为军人，我服从你的命令，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今天的行为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命令，撤出阵地。是。长城抗战坚持了3个月，终因蒋介石的一道撤令而告终。长城一线关口豁然洞开。此时此刻，国内外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长城战败后，华北已经无险可守。日军突破长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3路挺进，一路逼近通县，一路占据湘北，一路抵达顺义。何应钦遵从蒋介石旨意，于1933年5月25日，派密使傅密云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提出停战提议，继而又于5月31日，派全权代表在塘沽同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份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举国大哗，不忍看，不想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冯玉祥以师明志，6月15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通电武装保卫察哈尔。1周之后，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北征。同盟军连连告捷，国民政府却视为异己。在何应钦3路大军围堵下，至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战仅仅坚持了55天。1935年4月2日，溥仪自大连启程访问日本。溥仪乘坐的日本天皇御用座舰“比瑞号”于4月6日抵达横滨。此后，又被安排造访天皇皇宫。日本皇室的绥靖之心，世人皆知。关东军卵意下的傀儡皇帝溥仪，完全沦为日本在东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天皇裕仁的母亲打破常规，在后宫宴请了溥仪。这样的会见，在日本皇宫中是少见的，这让溥仪感激涕零。皇徳皇帝、東京上野恩賜公園の桜の花が間もなく咲きます。陛下にぜひご覧になっていただきたく存じます。多谢皇太后。皇太后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不起，昨日偶感风寒，身体有些发烧。少々熱があるようなので。干し椎茸を煎じてお飲みになれば解熱効果があります。对消很有效果。多谢皇太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皇太后から干し椎茸です。中に皇太后直筆の煎じ法が書かれております。お帰りになり次第、ぜひお飲みくださいとのことです。これは皇太后が皇徳皇帝のために特別に注文されたタバコです。ご承納ください。あの皇帝は関東軍を大変恐れていると聞いております。今回天皇陛下が手厚く対応されたので、帰国後鼻が高くなり関東軍としてはまずいのでは。これらは皆国際連盟のとぼけた連中に見せるためだけのものだ。はしゃかせておけばいい。満州には石炭、木材、食料、金、無限の資源が眠っている。鼻が高くなっても大いに結構。いつでも叩き切ることができる。根据我们的原定计划，要在11月份向红军发起总攻，但现在他们确实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转移，突破了我们的包围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6千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头上是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脚下是一路的崎岖坎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没有停下，进湘西，转贵州，渡乌江，夺遵义，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越五岭逶迤，跨乌蒙磅礴，过铁索寒桥，翻冰雪岷山，走过荒芜的草地，穿过泥泞的沼泽，他们跋涉了2万5千里，最终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同胞们，9·18事变以来，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已经处于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绝不做亡国奴，绝不做亡国奴，绝不做亡国奴。同胞们，大家想一想，阿比尼西亚仅仅以800万人口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做英勇的反抗。我们中国有4万万的同胞，我们会束手待毙吗？绝不束手待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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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胞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日本人赶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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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长音！讨伐队的来了，野狐大家先撤！大家快跑啊！讨伐队来了！快撤！
おい、今の2人が重要人物だ。1人が浮上した。过来，两人帮忙！手伝ってくれ。慢点儿，他受伤了，慢点儿，慢点儿。姓名：外面那个姑娘，是你们讨伐时被吓着了，和我一起跑了出来。你们放了她。放了他，谁来照顾你？你们不放她，我什么都不会说。你们不放了他，我什么都不会说。畜生！連れて行け。大姐，大姐，你小心啊！大姐，大姐，姓名：长风印，哪里人？四川宜宾。有没有参加共产党？没有。有没有参加赵相志的部队？没有。有没有参加抵抗日本军的活动？有。嗨。你为什么承认这一条？这需要隐瞒吗？你为什么要抵抗大日本皇军？这需要掩饰吗？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是来帮助你们建立国家。你们来解放我们？你们没来这儿之前，这儿怎么了？你们来帮我们建立国家，你们也真说得出口。如果我到你们国家去，你们抵抗不？这是3岁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我不但要抵抗，我还要抵抗到底。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このバカ野郎！押せ！聞いたか？こいつはただ者ではない。多分共産党の大物だ。すぐにハルピンに送るんだ。この傷がひどく、おそらくハルピンまでは持たないかと。まず傷の手当てだ。醒了，你过来看看。哦，姐，慢点，慢点。哎，别动。来，慢点。没事。他们啊，让我给你治伤。谢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医治你吗？他们啊，想知道更多的事情。看来你要吃苦头了。他们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但
你一定要医好我的病，我一定要逃出去，我还要和他们接着干。姐，来打一针吧，啊！哦，对了，他们啊，要送你去哈尔滨。站住！走！把门关上！回来！手榴弹！救人！是。没有啊，他们到底把赵一曼藏哪儿了？再走。报告，没有。报告，这还剩了个活的。赵一曼关在什么地方？被带走了。如果你还能活下去，不要再当汉奸。赵一曼，怎么样？我们还做吧。好啊。有什么条件？请讲。我就一个条件，把那个姑娘放了。你们不是来解放我们的吗？那就不要和老百姓过不去。いいだろう。この条件は受けましょう。ああ、わかった。可以，我当着你的面，现在就放了。おい、あの女を連れてこい。はい。大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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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我没事。梅花，
扔下你，我不能扔下你一个人啊！听大姐的话，一定好好过，一定好好过日子。你走吧，去吧，啊，大姐，回去吧，回去好好过。啊，我走了，走吧，你要保重我。薬を取り替えます。你是日本人吗？我不是。那你为什么说日语？上班的时候不说日语是要罚的。看来他们这是要灭族啊！你的气色很好，怎么样？我们合作开始吧。好啊。看不懂吧？那我背给你听。Let's go.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 feel like it's gonna be a bad day. Yeah, I'm tired of shit, and the coffee ain't hit yet, damn, ain't that great. I don't wanna go to work, cause my boss is a jerk, and I'm not even that paid.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 cause I don't feel aliv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 I'm about to quit my job, cash in for a ticket. I'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t plan to visit. I'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m winning,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 need a big change,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 I need a big swing, home runs I'm hitting, and I'll never look back,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up. 我们就合资这些嘛。难道这还不够吗？你不讲信用，有何强盗讲信用的吗？其实我能知道你叫赵一门，就说明有人跟我们合作。而且我还了解很多。在我这儿，你不会再多听到一个字了。你要记住，我是很有耐心的。那好，那你就继续等吧。有。自长城抗战以来，处在抗日最前沿的北平学生，看够了忍让、妥协、屈辱，看够了那一支支丧权辱国的协定。先是淞沪停战协定，后是塘沽协定。6月27日，签订了秦土协定。10天过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和美协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2个月后，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悲慨激昂的旋律回荡在古城上空，那正是129抗日救亡运动汇聚起来的乡子的呼唤，家国的怒吼。哎，老毛，你看，好了啊，静一静。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自从我们到达陕甘根据地以来，我们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3次围剿，恢复了同共产国际中断了1年多的联系。可以说，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走出了困境，一个新的革命年代到来了。会议的下一项，由张浩同志介绍一下共产国际第7次大会的情况。张浩同志，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认识。老毛，你们是老相识了吧？我和张浩同志认识10几年了，后来我知道张浩同志成为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张浩同志，请坐。好，那我现在就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精神。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要求我们马上调整战略思路。这个味道不错啊，大家多吃点啊。罗福同志啊，现在天这么冷，你得多吃一点辣椒啊，这样的话能够保暖，这都是御寒的啊。这我吃不了。上火。上火了。上火了，我那儿有黄连，送你泡点水喝，真正的川凉哦。朱老总，那么贵重的药材，受之有愧。君子不夺人之美啊！你这都已经好难当头了，还讲什么客气了？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来让朱老总说的对，保密。来，罗福同志啊，现在呀，我们全国抗日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于你这个好难当头啊，试试中药，没准可以帮你去火啊。管它是什么东西呢，多吃多吃啊！毛泽东同志比喻很生动啊，很有道理。谢谢朱老总啊，那我就愧领了。哎呀，我送你了。你们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林彪同志啊，这个会开得太有必要了。我们在遵义时只是解决了领导问题，把博古换了下来，让张闻天副总责，毛泽东也回到了领导岗位。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往后的路线方针都还没有确定啊。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上午啊，我听了张浩同志的意见，很兴奋呐。我认为啊，我党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呐，都要尽快的联系，争取共赴国难呐。我们应该尽快把建立统一战线的事提到我党的日程上来。不光是要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老毛，这个认识不对啊。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就是第123页第5行指出，民族资产阶级
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最不可依赖的。依赖了他们，必将断送革命。这些理论都没有搞清楚，那是十分幼稚的。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好吧。毛泽东这个人呐，远见卓识，他的这个统一战线提得好啊，有理有据，连冯玉祥都能跟我们共产党合作，张学良怎么就不能跟我们并肩作战呢？我同意老毛的观点。来，毛泽东这个人呐，了不起，看问题总是高我一筹。怎么样？咱们继续开会，谁先说？让老毛先说吧，他有准备啊。好，那我先说。硬气啊！都好几个小时了，一句话也没有。何止是硬气啊！我告诉你啊，就这女的几句话，能拉起上万人的队伍。受伤被俘以后，她在医院竟然能策动医院的看守帮着她逃跑，这本事可不一般啊！有几个人能比啊？这女的谁呀？好像是共产党那边的那个叫女政委赵一曼。对，没错，赵一曼。行，真行。
怎么这么久还没醒？刚打过强心针，应该马上就会醒。赵姨妈，我们的刑罚可多得很，你不要以为自己能挺得过去。现在就让你尝尝日本新式的电刑。这东西的滋味可不好受，不过只要你说出赵尚志部队的位置，我就可以饶了你。怎么样？立即上刑！怎么样？大日本帝国的科学成就，让你满意吗？继续。你是赵尚志部队的政委，快说，赵尚志的部队在哪里？赵尚志在哪儿？说，再不说就一声电下去，直到你说为止。继续。果然是块硬骨头。報告します。入れ。長一幡のことに対して何か進展はあったか？何度も尋問し、あらゆる手当てを使いましたが、全く役に立ちませんでした。本当にしぶとい女だな。こんな頑固な人間には尋問の効果もないので取材した方がかえってい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こいつを殺すのは惜しい。長一幡は東北高齢の重要人物。少し屈服させるだけでいいのだ。中級の高級幹部を屈服させたなら確かに抗日連盟和解に大いに役立ちます。問題はこの女の意志はとても固く至難のことでしょう。じゃあもう一度やってみよう。传说中的红色女王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张女士，我的属下说你的骨头很硬，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能让你喊出声来，真是了不起的女性啊！志向不同，真是遗憾呐。不过，战争终究是男人的事情，对于女性，我们日本人总还是网开一面的。既然你不愿意透露赵尚志部队的消息，也不愿意出卖你的同志，那就算了。只要在这张悔过书上签上名字，你就可以回去了，从此过安静的日子。悔过书，我没有什么可悔过的，该悔过的是你们。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
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你们这帮禽兽不如的家伙赶出去。赵女士，你再考虑一下，多么简单的事，签个名字而已。赵一曼，别忘了，你是个女人，还是孩子的母亲。我是母亲，但我也是个战士。你听好了，我赵一曼这个名字的前面有不可分割的6个字：中国共产党员。把他立即枪毙！带走。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承认，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不满31岁。自1932年初春，
受中共临时中央派遣北上，至1936年8月，在朱河英勇就义。赵一曼为东北抗日救亡留下了他生命中最灿烂的4年青春年华。赵一曼是唱着抗联红旗歌远去的，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敛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驱逐日寇，抗战到底！抗战到底！一个赵一曼倒下去，千万个抗联战士冲上来。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磐石、朱河、绥宁等10余支反日游击队，在扩大为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的基础上，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如今已发展到6个军，逾6000人枪，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3大游击区。在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黑龙江省部分地区50多个县的广袤区域内，抗联志士正同日本关东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古老的西安一如往昔。蒋介石抵达西安，准备对驻扎在此的第17路军做剿共的军事动员。12月12日凌晨，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拘禁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后称西安事变。难道张学良他疯了吗？陛下、重大事件が起こりました。12月12日、奉天特務機関長板垣清志郎より電報が入り、中国政府の蒋介石が西安の林道にて張学良と楊虎城らに拘束されました。なぜだ？当日彼らは全国に向け通知を出し、蒋介石を捕らえた目的は共産党との内戦をやめ、共に日本と戦うためだと。私はこれにはソ連が絡んでいると考えます。まず中国が日本と対抗するように仕向け、日本のソ連への戦争を回避するためかと、張学良がイタリア訪問期間中、密かにソ連に向かったようであります。ソ連か。Иосиф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 с Герингом. Этот антикоминтернский панк. Я думаю, что он фашистский шпион. Их очень устраивает ситуац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 Китае. Но Чан Сяолян остановил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тем, что арестовал Канши. Я думаю, что мы должны передать наш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из Коминтерна. 所以说，西安事变是张扬独自发动的，但我看啊，这一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可是对张扬如何处置蒋先生，
我们很多同志内心还是非常矛盾的。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正是日本侵略者希望看到的吗？这就是说，和平解决为上策。陕北的毛驴很多啊，老乡们让毛驴上山有3个办法：一拉、2推、3打。蒋介石不愿意抗战，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但是驴子会踢人的呀，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又要联合，又要斗争啊。我同意主席的意见，那就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去啊，我送你12个字，保你马到成功啊！首先是给足面子。好，给足面子。他毕竟是一党的总裁，一军的统帅，这堂堂的一国之主，忽然一夜之间被地方武装给扣留了，他这脸上多没面子啊！那是，所以啊，我们就给他面子。再者呢，就是小义大义。日本从甲午一战以后，对咱们的中国充满了野心，尤其到了现在，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啊，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一致对外，否则这日本人是赶不出中国去的。主席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最后4个字，那就是动之以情。恩来呀，你和他蒋介石算是老相识了，这么多年不见，我相信你们见面之后会有很多话要说的。你和他就多叙叙旧，当说到热乎的时候呢，自然那些话就可以说出来了嘛。这可是你的强项哦。西安事变是12月12日，主席今天送我这12个字：蒋公之难，皆矣。走。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叶剑英等18人，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前往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周恩来深深地感受到，此次会面有关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体起立！命令：刘峙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是。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是。另外，集结兵力，东西2路并进，同时向西安进攻。是。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后，立即指挥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同时下令空军展开对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华县和赤水车站等西安近邻地区轰炸。但讨逆军军如急攻，致使国民党内出现各种声音，甚至有人称讨逆军想要趁机炸死蒋介石，图谋夺权。
戴季陶和何应钦到底想干什么？这分明是要委员长的命啊！马上派端纳到西安。这事儿一定要和平解决。对，我看可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薛良兵谏，实属无奈。周公有何指教，务必毫无保留。西安事变，我想已经震惊了全世界。张将军此举为公心，为中国的大局和未来着想，中共中央完全理解并全力支持。收到周公的电报，薛良的心里就有了底。今年延安一面，周公给薛良留下的印象弥足深刻呀！这1年多来，贵党的抗日主张，薛良莫不倾心赞同。只恨这人单势孤，无能为力啊！薛良冒犯上之罪，扣下蒋先生，只为抗日，绝无他意。可是委员长，他拒不答应。薛良深盼周公的到来会使事情有所转机。可是蒋介石身为一国之领袖，全军之统帅，登高一呼，1万人响应，单单潼关就有20万的中央军。假如与贵军开战，那可是兄弟相残呢，高兴的自然是日本侵略者。薛良绝不会做那种情痛仇快的事。西安事变将有2种前途，一种会使前途变好，一种会使中国变坏。如果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抗日，那就是第一种前途。如果宣布他有罪，公审他，甚至处死他，那内战一定会爆发。这样不但不能够抗日，反而给日本进一步灭亡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第2种前途。那与周公之间呢？不是我个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平解决。我らにとって絶好の機会がやってきた。まさしく理想的な局面だ。それにしても中国人は右往の衆だな。では具体的には？まず上海の田中隆吉に連絡し、直ちにカオキンと組ませ大日本皇軍の考えを伝える。奴が蒋介石を西安で始末さえすれば、奴が組閣することを保証するのだ。次に暗殺団を結成し、我々の第2弾として消しの花にご登場いただく。中島茂子。その通り。中島茂子を女学生に紛争させ、我々の手で蒋介石を始末するのだ。ただし張学良の手によるということにするわけですね。
两句啊！咱们呢都是东北老乡，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无情，土地还有情呢。都是这个卖国贼把我们的家乡送给了日本人，害得我们有国难保，有家难归。是啊，这件事是罪魁祸首。老总叔叔，为我们做主吧，处决这个卖国贼！处决卖国贼！处决卖国贼！好，大家进去。我答应大家，只要有我们在，我们坚决不让姓蒋的出西安城。处决卖国贼！处决卖国贼！处决卖国贼！蒋夫人，路上辛苦了。汉卿，宋先生一路辛苦。这位是中共代表团的博古，幸会。幸会。周恩来。啊，你好，夫人。幸会。这位是叶剑英。幸会。你好。罗瑞卿。夫人。幸会。夫人，宋先生，请。好。夫人，请上车。夫人 ，Darling， 夫人，我今天翻看圣经，无意当中翻到了耶和华今天有奇迹出现，令一女子来护卫男子。夫人，你真的来了 ，Darling， 让你受苦了。我不是一再讲，你万不可到这里来吗？你这是进了虎穴。我一定得来。我这下子成为全世界人的笑柄了。不 ，Darling。夫人，赶快回去，这里危险。Darling， 越是这种时候，我越不能离开你。张汉卿他不会为难我，我要代表你跟西安方面谈判。也好。张燕二位将军的目的，除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外，别无他途。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此次事变极为关注，所以决定对张杨两位将军给予积极的实际援助，让他们的抗日主张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实现。我马上飞回南京，把贵党的建议跟南京政府方面转达一下，但我会第一时间回来。当然了，我希望事情的发展如双方所愿。只要这西安不发生战事，他们的安全绝无问题。是啊，副司令说的没错。不过汉卿，
也一定有他的顾虑。我是真不想再提这个人啊，但是可以转告他，如果能以大局为重，我将不予追究，也不为心思讨伐他。我一定会转告他的，但是在情况未明之下，我们唯有忍耐和克制啊。我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提出6项主张：第一，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以外；第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以上6项，请蒋先生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赞同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好啊，对于你们的要求，我个人表示同意，并且保证转达给蒋委员长。好，关于国民政府新内阁人选，可否由宋先生组阁呀？不，就眼下这个内阁，我是绝对不会领导，更不会参加。至于原因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个人的。哈，那你可以执掌财政部和外交部这2个重要部门，切不可落入亲日派手中啊。徐新六如何？他倒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宋先生，这行政院长一职一定要您来做。是啊，宋先生。宋先生，你是国民党内英美派领袖人物，早就提出联合中共抗日，就连日本人都认为，在贵党内除了宋先生，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排日派。哎呀，你说我宋子文是何德何能啊，蒙诸位抬爱，可此事万万不能。不过我倒是可以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孔祥熙。还有邵力子，我觉得他也适合执掌内政。好，你们的建议我都会记下，回去协商吧。不过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先组织过渡政府，等3个月以后再把这个政府改造成抗日政府。至于蒋委员长那边，先让他下令撤兵，然后再送他回去，再释放政治犯，怎么样？不行，中央军要先撤出潼关，释放爱国人士，再谈其他。好，我可以回去代为转告。委员长，委员长，如果你还是我为委员长，就执行我的命令，把我送回洛阳。如果你视我为敌人，立即枪毙我。
其他的不必要多讲，我不想听。委员长，有一位旧属想拜见你。我谁都不要见。校长，校长，是。果不其然啊，共产党参与了此事啊！哈，国家危难之际，校长危难之际，共产党岂能坐视旁观呢？你日有备而来，有话直讲。哈，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6条，想必夫人一定给校长过目了。没错，言下之意是要让我签字吗？不，签不签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校长能在思想上认同。你和我都一样，代表的不是个人。好了，先坐下来讲吧。打了10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同事操戈，得不偿失啊！旧话不必再提，直接说你的来意。校长说的没错，恩来此次来西安绝不是翻旧账的。只要校长首肯一致抗日，我们拥护你，红军拥护你，一国之领袖，非校长莫属啊！一国之领袖啊！薛良此次兵谏，共产党非常理解，因为我们只有放弃了内战，一致抗日，那才是唯一的出路。只要校长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是张将军听您的，东北军也必然拥护您。所以呀，还请校长多理解张将军，他可是一直把您当领袖啊！只要我们说好了，明天就请校长回南京。我和安庆是至交，我们情于兄弟。委员长错爱，薛良终身不敢稍忘。听说校长一直惦念金国啊，要说不惦念那是假话。50岁的人了，含饴弄孙之乐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听说他找了一个洋媳妇，还为我生了一个小洋孙子。不过也听说他们住的地方可是劳改营。这件事情就交给恩来，校长的事情嘛。我去和斯大林同志交涉一下，让金国早些回来。恩来啊，我回到南京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们再好好聊聊。一定登门拜谒委员长。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这是谁啊？是你的先生吗？我总是这样的骗他。是的，是我的先生。至于我的身世呢，我是再不愿讲，讲了女孩子们也不会懂。你要知道的就这一点。这倒是一段很有趣的神话，对小孩子不可以讲，那对于我呢？对你倒是可以讲，不过讲了也许会使我心里难受，是你多加一层烦恼罢了。今天，只有今天才是我的世界。为什么呢？